日，知名网红美琪奔赴泰国旅行，引发外界热议。据悉，她在抵达泰国后，还跟风去了当地的男模餐厅。起初几天，她本人还经常录制视频。这个世界上呢，有很多坑，远看好像是会所人魔，底进却是麻袋套头。欢迎走进本期影片，一起聊聊关于诈骗的那些事。今年刚刚开年不久，中文网络就被一名女网红疯狂霸屏，就是我们片头女主小美，不对，叫美琪。美琪呢是一位拥有不到20万粉丝的小网红，那她是怎么能够做到刷屏全网呢？我们先来看一下她的一通操作。先是在3月1号发了一条 vlog， 预告要去泰国旅游，然后就从社交平台上消失了3天。3月4号突然现身，回复网友一句回不来了，然后又消失不见了。紧接着是3月8号，她再次现身，并且发布了多条蓝魔餐厅的视频，然后再一次神秘失踪了。如果从网红经济学的角度来看，你需要保持24小时全天候的刷新率才是大家的小甜甜嘛。反观美琪这一反常态的曝光度，怕不是要变成刘夫人呢？再联想一下泰国跟蓝魔餐厅这两个近2年名声在外的要素，大批吃瓜群众一下子就上头了。什么电信诈骗呢？改钥匙、人身控制等等，不仅要脑补，我们还得开扒。于是网络上开始出现各种电信诈骗跟改钥匙的瓜，其中比较出圈的就是去年的一个案例，一位旅游公司的老总要到泰国去考察市场，结果人刚到了泰国就被绑架到缅北去干了50多天的电信诈骗。这小故事一个接一个的，一下子就搞得人心惶惶了。试想一下，就旅游公司老总这种段位的专业人士去了泰国都得掉坑里去，纯青铜级别的游客过去，那不是任人宰割吗？眼看舆论逐渐失控，泰国总理巴育不淡定了，马上下令官方澄清有关泰国旅游的不实言论。这边美琪一看呢，再不收手就要闹成外交事故了，于是呢就匆匆忙忙跟进，现身机场，并且录了一段视频发布出来。没想到因为视频里的他妆容憔悴，这个用来澄清的视频反倒把水给搅浑了。一大波热心网友对着这个视频又来了一发网络断案，于是美琪决定来一场终极摊牌。视频发布第2天的3月22号就删了，然后当天晚上美琪拾掇一通，开了个直播澄清这个闹剧。那么到这里，这场持续半个月的美琪去哪算是结束了，但是对泰国旅游业的影响这才刚开了个头。旅游作为泰国的一大支柱产业，疫情之前每年的旅游收入贡献了将近 12% 的 GDP， 其中大陆游客更是占到海外游客比重的 27%。 另外在这场闹剧上演的2个月零12天之前，好不容易熬到中国大陆宣布全面解除疫情控制，泰国副总理阿如廷甚至在1月9号亲自到机场迎接首个中国到泰国的国际旅游航班。好家伙，我这里正在磨刀霍霍，不对，正在大摆筵席，欢迎大陆来客。你这里倒好，给我整出这么大一个幺蛾子，这搁谁都没办法接受啊。不过回到这个事件本身，伴随整个舆论的持续发酵，吸引大众眼球的不再是美琪的行踪，似乎电信诈骗跟改腰子更能激发观众们的好奇心。那 P 仔也是一样，小故事看饱之后，难免对背后的财富密码产生浓厚的兴趣。那么这期我们就来聊聊电信诈骗还有它背后的产业规模。我顺便也给它起了个名字，就叫诈骗经济。诈骗简单来讲有2个部分组成，一个是诈骗的手法，还有一个诈骗的媒介。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成武侠小说里面的内力跟招式。手法代表的是诈骗的内核逻辑，核心就在于利用大众的贪欲，通过复杂的信息包装来迷惑大众，从而骗取财物，像什么仙人跳啊、投资骗局、彩票骗局等等，其实就是大小各异的庞氏骗局衍生版。只要人有贪欲，不管啥手法都能轻松把你拿捏了。而诈骗的媒介就不一样了，以前往电线杆上贴一张重金求子的 A4 广告就能吸引一波汉子前来摘牌，而现在呢，拿来当厕纸都嫌硌得慌。时代在变化，招式也跟着与时俱进，所以你能理解空有9阳神功的张无忌抡着王八拳打不过灭绝师太的尴尬了吧？后面学了乾坤大挪移跟太极之后，马上就变成书中 bug 了。
OK， 回到正题，关于诈骗的媒介不同，皮仔把它简单归纳成2个阶段，一个是电信诈骗的萌芽期，另外一个是互联网加电信诈骗。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诈骗也一样伴随人类走过几千年历史，小到一顿霸王餐，大到仙人跳、投资、彩票诈骗等等，甚至到了明代万历年间，知名反诈 UP 主张应瑜通过归纳总结，撰写了一部用于防骗的书，那书名也比较直接啊，就叫《骗经》。时间来到第2次工业革命，大家都开始使用电话机跟传真机，那于是呢，诈骗也开启了它的现代化革命，电信诈骗。相信不少影迷朋友都看过小李主演的《Catch Me If You Can》，电影真实还原了上世纪70年代天才诈骗犯 Frank 如何利用伪造支票、传真欺诈和身份切换获取数百万美元财富的故事。这就是电信诈骗的教科书级别的演绎。就像电影里展现的那样，小李之所以能屡次得手，又能一次次摆脱阿甘的追捕，除了长得帅之外，那还是得靠科技的发展。在那个年代，诈骗借助各种新型的通讯设备跟印刷设备，导致大众和司法机构对它的防范成本不断攀升。那诈骗呢，已经不再是以前单纯的我跟你面对面 PK 了，这就是电信诈骗的启蒙阶段。类似的传真、电话等诈骗案件，在当时的欧美那可是遍地开花，而其中表现最亮眼的骗子，那当属来自东方的神秘古国。由于印度承接了欧美大量客服外包业务，再配合上三哥三嫂们天然的语言优势，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全部都占齐了。于是他们开始横扫美国市场，通过团队化的组织协作分工，话语话术专业技能更是达到出书水准，并且目标市场明确，可谓是上班客服摸鱼，下班诈骗养家。在过去的几十年里，印度诈骗军团算是给美国广大民众都上了一堂人生的必修课。由于印度团伙多数将诈骗总部设在印度国内，考虑到源源不断的美元外汇流入，那印度政府也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。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透露的数据，在过去的2022年里，美国民众在诈骗中的损失高达近100亿美元，而这绝大部分都是出自印度的网络钓鱼团伙还有非法呼叫中心。那我们把目光再转回到华人圈，电信诈骗的萌芽主要发生在台湾地区。上世纪70年代，台湾作为亚洲4小龙之一，在科技产品的应用上率先和国际接轨，当然还有电信诈骗了。上世纪80、90年代，以网吧卡为载体的各种骗术在台湾迅速蔓延，甚至出现政府议员顶不住诱惑，果断转行投身诈骗的离奇案例，可见当时的诈骗风气有多么猖獗。当然随之而来的就是台湾当地司法机构的打击查处，同时岛内也只有2000多万民众的狭小市场，因此诈骗在台湾逐渐供过于求了，那就得开始考虑内销转出口的问题了。外出的首站就是与台湾只有一海之隔的福建，那会刚好是世纪之交。当台湾的老板们纷纷背上行囊抵达福建之后，看到大陆茫茫10几亿同胞，就像看到10几亿只待宰的羔羊，结果回头一看，这宰羊的刀貌似不够啊，那就就地取材，在福建当地大力发展诈骗型人才。也正是这一波人才井喷，给未来这20年里华人圈子里面的诈骗横行埋下了祸根。当时收编的大陆诈骗人员主要来自安溪和福州，后面逐渐发展到内陆地区的湖南娄底还有广东电白。人员到位之后就可以立即开干了，主要手段也是类似网吧卡的模式，利用电话、传真等媒介对大陆民众进行轮番爱的教育。得益于世纪初大陆移动电信网络的逐步覆盖，大伙都可以用上手机跟小灵通设备了。那包括后来发展到覆盖整个东南亚的国际长途诈骗，也是基于当地国家移动设备的激增。根据后来被逮捕的台籍电信诈骗犯回忆，当时的福州有一整条街的台商都在暗地里从事电信诈骗行业，这里每天灯火通明，光基层员工就有2000人以上，手机电话卡那就跟不要钱一样来回切换着用。在这里每人每天的工作时间基本上都超过12个小时，
只为扣开远方素不相识的小可爱的心灵跟钱包。那么截止到这个时期，电信诈骗也完成了它的萌芽发展。这个萌芽期的特征主要是借助电话、传真等通讯设备，对受骗人进行单方面的输出行骗。也是在这个萌芽期，华人圈子里面的电信诈骗主战场也在发生转移，那就是从原来的台湾地区更多的转向大陆地区。时间来到2008年前后，互联网在全世界迎来爆炸式增长，同时移动端的各种G时代也快速到来，手机厂商的各种新式智能手机再跟进一下，互联网的应用格局一下子就打开了。那当然也为电信诈骗带来新的增长窗口，各种典型的骗术开始粉墨登场。那比如蓝墨履历的网络杀猪盘呢，也就是网络仙人跳。简单来讲，就是各种高富帅、白富美，也有可能他们就是同一个人，然后每天就在各种婚恋平台跟社交软件上进行角色扮演，寻找热爱运动的那个他，然后凭借专业级的撩汉或者撩妹技能，或者是高阶一点的被撩技能，毕竟高端的猎人往往是以猎物的身份出场。大哥，你是了解我的，我从来不做仗势欺人的事儿，我喜欢被动。短则3-5天，长则3-5个月，就能给你整出一套网恋副本。当你心里还在恋爱甜蜜蜜的时候，钱包已经被各种理财、投资、彩票给掏空了。当然各种盘呢，也只不过是开疆拓土的武器罢了。承接资金流入的那个聚宝盆，那才是个隐藏大招，那就是开设在境外的各种网络赌博平台、竞猜平台啦、理财平台啦，或者游戏平台等等。其中比较出圈的可能就是网络赌博平台。澳门首家线上赌场上线啦！性感荷官在线发牌。相信各位电影爱好者在听到这个片头曲的时候就得去拿纸了吧。曾经也是伴随广大少男少女度过各种枯燥而又热血的岁月。没错，就是这种网络赌博平台。他们的首创在菲律宾。自从2003年菲律宾开出首张博彩执照开始，便一发不可收拾。尽管在杜特尔特的竞选宣言中曾经就信誓旦旦说要打击网络赌博，奈而在当了总统之后，发现缉毒比反赌那是更令人身心愉悦。于是对于网络赌博呢，就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。那后来这些平台呢，就陆续在缅甸、柬埔寨、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蔓延开。随着互联网的接入跟应用，电信诈骗呢也完成了它的进阶蜕变，变成了互联网加电信诈骗。那么在这个阶段里，电话、传真等通讯设备逐渐退出主流媒介，骗子呢就更多的借助互联网工具来布局行骗的手法。通过这种技术的迭代，为行骗带来了2大好处。通过互联网、社交软件的信息发散，可以用更少的人力、财力成本，快速开发、筛选更多的受害者，整体的效率立刻就上了一个档次。那行骗的成本呢，也就跟着优化了。互联网作为行骗的前哨站，那就像是一张加密的网络，诈骗双方甚至可以做到全程无接触成交，大大就降低了被司法机构查抄的风险。另外呢，随着互联网加电信诈骗的火热开展，加上各种聚宝盆平台基本也都是落户境外的，那骗子们终于也可以落窝了。前往东南亚设立总部，那是既安全又省钱，毕竟大陆的房价已经那么高了。更重要的是可以躲避两岸，尤其是大陆反诈部门的雷霆之锤，可以说是一举多得。类似缅北、金三角这样的地区就开始慢慢的聚拢大量的专业人才。传闻这个地区呢，已经有将近30万的诈骗人口规模，散布在各大知名园区里面，比如说缅甸的 KK 园区以及柬埔寨的西港等等，就是那个国家首相都能收到诈骗短信的地方。在这里几乎每天都能上演满清10大酷刑，同样在这里也能体验各种声色犬马，就像钱钟书先生笔下的围墙一样，每天都有人想往这里钻，也有人拼了命想逃离，跟当年在这里兴风作浪的面粉生意可以说是交相辉映了。几十年过去了，这片区域正在不断变化，又好像什么都没变。俗话说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，人间攘攘都为利往。在简单了解了电信诈骗的发展历程之后，更大的好奇心摆在 P 仔的眼前，
那自然是探寻一下这个金碧辉煌的诈骗经济了。究竟是有多大的利益才能驱动那么多人冒着各种风险漂洋过海，只为做一个盘哥？好家伙，这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就差点让 P 仔这个未来的百万 UP 主当场转行。那可真是日进斗金一本万利的生财之道，饶了 P 仔都想当场放下键盘，背上行囊去搏一搏，把我那破单车换成兰博。根据全球反诈联盟和 ScanAdvisor 共同发布的2022年全球诈骗现状报告的数据，2021年在参与调查的48个国家和地区中，已报案的诈骗案件累计 2.93 亿起，累计损失金额553亿美元。两项数据分别同比2020年上升 10.2% 和 15.7%。而参与调查的48个国家和地区2021年总人口约54亿，也就是受访地区平均每100个人就有超过5个人曾经在2021年被诈骗并且报案处理，平均每个案件的损失金额将近190美元。对比一下 IMF 的数据，2021年这48个国家和地区人均储蓄大约4434美金，相当于这些受害者在2021年有16天都在帮诈骗犯无偿打工。另外，截止到2021年，全球总人口大约77亿，而报告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比重大约 71%。 P 仔只能希望这剩下的 29% 的人们在2021年都没被诈骗过吧。然而事情的真相往往比已知的事实再残酷那么一点点。这份报告是由公益组织与参与调查区域的反诈机构、司法部门和国际刑警联合调查并发布的。其中有一项数据令人担忧，那就是报案率这个数据。简单解释一下报案率这个逻辑，就是调查报告的受访者当中曾经遭受诈骗并且及时报案的比例。根据报告研究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报案率在 3% 到 17% 之间波动，意味着有更多的受害者在被诈骗之后并未选择报案。而多数人给出的解释是因为羞于报案，毕竟已经当了回傻子了，谁还想让别人知道自己是个傻子呢？当然这也是可以理解，但并不提倡。那么我们假设以最高值的 17% 作为真实报案率，2021年报告区域内累计诈骗案件将去到 17.2 亿起，平均每3个人里面就有1个人曾经遭受诈骗，累计损失的金额将达到惊人的3253亿美元。那么为了更直观的了解这个损失金额，P 仔这里呢也简单罗列了几组数据进行对比。根据 IMF 发布的2021年度全球 GDP 排行，3253亿美金能够排到全世界第45名，超越154个国家和地区，约等于台湾的 42%、泰国的 65%、新加坡的 77%、马来的 87%以及香港的 88%。要知道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花费了2200亿美元，同时作为前欧佩克成员国的石油大亨，卡塔尔在2021年出口总额约872亿美元，也就是卡塔尔攒了多年花在世界杯上的开销，再加上2021年一整年的石油出口，还比这3253亿美元少了那么一丢丢。在2021年度，俄罗斯、法国、德国、沙特、日本以及韩国这6个国家的国防预算总额是3384亿美元，刚刚超过这3253亿美元。然而这6个国家依次排名全球军事开支的第5到第10名。根据最新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的估值信息，3253亿美元可以买下雪佛兰、甲骨文、可口可乐、丰田、阿里巴巴以及麦当劳等知名上市公司。那么在看过了诈骗经济在全球的狂飙之后，回到我们生活的东亚和东南亚地区，报告内涉及中国大陆、日本、马来、菲律宾、新加坡、韩国、台湾、泰国以及越南9个国家和地区。那么数据呢还不够全面，于是 P 仔打算再加一个香港的数据。根据香港警务处公示的数据，2022年度香港诈骗案录得 2.8 万起，涉及金额约6亿美元。比较离谱的是，在其他类型案件同比2021年都减少的情况下，诈骗案件逆势增长 45%，
一举拉高整个香港的犯罪数量。另外，诈骗案件占香港罪案比率接近 40%， 甚至你能八卦到6500万港币、2.5亿港币这种单一案件。OK， 那么我们合计一下总体数据，我们这个区域实际报案的损失金额大约是85亿美元。我们同样以 17% 的最高报案率进行测算，损失估值将去到500亿美元。一个残酷的现实是，作为本区域内的诈骗大本营之一，缅甸在2021年的 GDP 才652亿美元，法定政府2021年财政收入85亿美元，也就是各个军头仅仅靠诈骗的收入，基本秒杀了法定政府。那么这或许也是长期内乱的根源吧。另外，影片前面提到传闻中的30万诈骗大军如果真实存在，凭借在离我身边搜刮了这500亿美元，他们的人均 GDP 将高达16.7万美元，相当于东南亚11个国家的人均 GDP 之和，再加上2万美元。简单来讲呢，就是东南亚每个国家出一个人，辛辛苦苦造了1年，还喂不饱一个诈骗犯。当然，值得注意的是，近年来投资和加密货币方面的诈骗案件正在快速增长，特点呢就是单起案件损失金额都比较大，而且这两种类型的诈骗在新加坡和香港尤为突出。2021年，新加坡在投资诈骗方面的损失高达 1.9 亿美元，而已知的最高单起案件的损失金额是650万美元。而香港呢，在2022年加密货币诈骗这一项的损失就是 2.16 亿美元。因此 P 仔呢在这里有一个大胆的假设，未来或许是 AIGC 骗局、ChatGPT 骗局的舞台，搞不好现在已经开启了。那么以上呢就是发生在离我身边的诈骗经济，难怪有这么多投机取巧的人前赴后继。当然，做这期影片的初衷，P 仔也不是鼓励大家投身诈骗，相反，我更希望通过这支影片让大家提高警惕，同时也提醒身边的人提高警惕，防止被骗。另外呢，我也会收集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反诈机构、反诈 App 和联系方式，放入影片简介，也请大家传递给身边的亲朋好友。我是 P 仔，每个大小故事的背后都有它的底层经济逻辑，欢迎大家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，和我一起探索它，然后了解自己。